地雷在战争中经常被用于阻碍敌方军队的前进。俄罗斯研发的极端地雷甚至可以将自家的米8直升机炸毁，而这款极端地雷的装药量竟然高达12公斤。但是地雷的型号多种多样，今天就给各位老铁介绍一下7款大威力地雷。Top 6，美军 M2A4 跳雷。M2A4 跳雷于1942年开始装备美军部队，整体采用金属材料制成，由抛射筒、雷弹、抛射药和引信组成，总质量为 2.95 公斤，内部装填了155克 TNT 炸药。雷弹底部安装有延期点火装置，抛射高度为 0.5 到2米之间，密集杀伤半径最多为9米。当地雷顶部的触角受到一定的压力时，机针就会失去控制，在引信的作用下冲击火冒，引燃火药将雷体从抛射筒中抛出，从而对地面目标进行杀伤。Top 5，德军磁性地雷 HHL， 又叫磁性空心装药炸弹。这款地雷底部是3对磁铁，外形是一个三角锥形，比较像现在的漏斗，顶部预装了一个类似于手榴弹的引信，中间放置890克的枪管弹药。只要将磁性地雷吸附在坦克上爆炸，产生的威力就足以摧毁厚度为14厘米的坦克装甲，这种威力堪称坦克摧毁器。也就是说，有了这款磁性地雷，只要放置位置正确，基本一个步兵就可以摧毁一辆坦克。当时的德军纳粹高层非常看好这款武器，以为有了磁性地雷这种反坦克武器，就可以掌握苏德战场的主动权。但是被应用于战场上的磁性地雷非常尴尬，德军仅装备了1年就强制下线了这款武器。这是因为磁性地雷在使用时士兵生存率极低，磁性地雷的引信延时只有 4.5 秒，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士兵一旦安置好地雷并且拉开引信，就必须在 4.5 秒内跑到安全地带，否则就非常容易成为炮灰。虽然后期德军将引信延时调整到了 7.5 秒，但也只有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才能够掌握，所以磁性地雷 HHL 仅仅服役了1年的时间就销声匿迹了。Top 4，英军 Mark 1型跳雷。英国作为2战中的强国，对于地雷这种武器的研发也是相当的重视。截止到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军已经装备了 Mark 系列5种不同型号的地雷。而 Mark 1型跳雷这款地雷整体呈圆筒状，全重 4.5 公斤，其中装填了450克的高爆炸药。雷体被安放在金属抛射筒内，并在雷体下方放置了一个空包弹。当敌军踩到半锁线后，撞针将被拉开，空包弹将雷体抛出，雷体内的引信压杆将不再被限制，随即点火引爆地雷。地雷会在弹起距离地面1米左右的距离产生爆炸，来对敌方目标造成杀伤。这款地雷曾经在2战时被大量使用，当时英军在敦刻尔克撤退时，已经在战争中丢失了大量的大型装备，根本无法与装备精良的德军正面较量。英军在危机时刻想到了用这款跳雷来伏击德军，实际使用时也确实做出了很不错的效果。Top 3，米萨 SB-MVT 反坦克两用雷。这款地雷由意大利米萨公司生产，这家公司以研制生产地雷和水雷为主，曾经在上世纪70、80年代生产过 SB-33、SB-81 和 SB-MVT 3款地雷。这3款地雷也是这一时期世界地雷武器市场具有代表性的产品。SB-MVT 作为其中之一，属于反坦克车底履带式地雷。这是一种反坦克两用地雷，既能够破坏坦克履带，也能够击穿坦克底部装甲，可以由人工和机械车辆安防，最大射埋深度可以达到10厘米。地雷整体呈扁圆形，外壳体由塑料制成，采用自断破片空心装药结构。给各位老铁科普一下，什么是自断破片？自断破片呢，是一种在地雷内部附加的一种金属药罩，炸药爆炸后产生的能量可以将金属罩挤压成锥形，对于击穿装甲有着非常好的效果，也可以称为自断弹丸。SB-MVT 在引信方面采用了振动磁场感应复合引信，坦克、装甲车等运动目标靠近时产生的震动，会首先将引信内的振动传感器激活，让地雷进入工作状态。当坦克、装甲车从地雷埋设点上方经过时，会引起地磁场的变化，磁场传感器接收到磁场变化后，会立刻引爆地雷，对目标车辆进行有效杀伤。由于米萨的这款地雷采用了复合式的引信，所以只有振动和磁场同时满足时，引信才会引爆内部炸药。这样的引信设计对坦克、装甲车等目标的破坏效率非常高，基本上是1枚就可以摧毁1辆。同时它的掩埋深度使坦克机械式的扫雷滚和扫雷链根本无法排雷，
对于坦克装甲车这类目标来说，这款地雷的威胁十分强大。Top 2，苏联 MON-200反人员地雷。这是一种指向性反人员地雷，由苏联在上世纪60、70年代生产，是 MON-100地雷的放大版。当时各国的防步兵地雷重量大约在150到500克之间，装药量呢一般是10多克到100克这样。但是采用金属破片杀伤的 MON-200总重量竟然达到了25公斤，装药量也达到了12公斤，杀伤范围为200米半径的扇面。这个距离内的敌军步兵根本无法逃脱。由于内部装载金属破片和炸药对比普通地雷要高很多，而且还采用了指向性的爆炸方式，所以对一般的装甲车、坦克车也能造成严重的威胁。苏联军事专家甚至认为 MON-200在特定场合引爆，甚至可以将低空飞机炸下来。不过这一点呢，在1982年也确实被证实了，但是苏军却是被炸的对象。当时苏联给阿富汗友军援助了很多武器装备，但是部分武器装备最终落入到武装分子手中。武装分子在拿到这些大地雷之后，想了一个损招，用 MON-200埋设在苏军可能降落直升机的地方。一次的战斗中，苏军的米8直升机在30米的空中被引爆的 MON-200炸了下来。Top 1，美军 M15反坦克地雷。这是一种大型反坦克爆破地雷，直径为33厘米，高度为15厘米，从外表看呢就是一个绿色的大铁饼。它的重量达到了13.4公斤，其内部装避炸药的质量是总重的72%，达到10.3公斤。引信承受160到340公斤区间的压力才会产生爆炸。美军还为这款大地雷设计了一种双脉冲引信。采用双脉冲引信的 M15地雷不会在第一辆坦克驶过它时就立刻引爆，当第二辆坦克随着第一辆坦克的轨迹行驶过它时，才会引起地雷的爆炸。采用双脉冲的 M15在战场上极为好用。举个例子，一辆领头坦克驶过30枚装有双脉冲引信地雷的雷区，而地雷却不起爆，这样就会给后方坦克一个安全的错觉，引诱敌方后续坦克进入地雷区后，从而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但是由于 M15外壳采用不锈钢金属，所以使用最基本的地雷探测器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这是唯一的缺点。M15反坦克地雷曾经在朝鲜战争中首次使用，尽管 M15已经被现代化的 M19式反坦克地雷所取代，但是 M15对主战坦克脆弱的履带还是有着很好的破坏力。美军至今还保留着大量的 M15反坦克地雷库存。截止到1984年，美军还储存着190多万枚 M15反坦克地雷，其中70%属于服役状态。最后再给各位老铁科普一个小知识二战时期各国投入使用的地雷主要有2种类型，分别是反人员地雷和反坦克地雷。反人员地雷通常在体积方面相对小一些，使用很轻的压力就可以将其引爆，而反坦克地雷体积会更大一些，同时也需要更大的压力才可以引爆。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呢？欢迎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各位老铁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